许成刚教授讲，胡佛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和伦敦帝国理工的客座教授。那许成刚教授的主题的话，那许成刚教授自己讲，因为他这个他现在正在写一本新书，我们已经听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精彩。前面志武已经讲到了，就是怎么看中国是不是世界第一这件事儿。其实我的这个看法呢，跟他这个在抽象水平上是完全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我看的具体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再提供一点数据。这个基本上呢，我们怎么看一个经济呢？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角度。一个角度呢是这个经济体量，就是合在一起整个量；一个角度呢是看人均 GDP， 这两个是不同含义的。就是如果呢你关心的是国际关系，或者关心的是呢这个它使用这个整体力量，在市场上给人施加压力，那么这个体量就变得很重要。但如果你关心的是这个发达的水平，那发达的水平的最普遍的度量方法呢是人均 GDP。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两个，我们看一下数据。从历史上看一下，然后从历史上一直看过来，看很近的历史，就是从19世纪中。那么今天呢，人们说中国好像不得了了，那是因为你看的历史非常非常短。你把历史稍微放长一点呢，你就会看到呢，在这个19世纪中叶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按这个经济体量看的话，19世纪中1850年，中国呢不但是世界第一，而且呢它把世界第二、第三、第四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国的这个总量大。那是1850年，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完了之后。那么一直到1890年，大家这个通常的历史会告诉你说，1890年中国如何如何差，如何如何落后，一塌的糊涂。但是呢，如果你再看这个中国的经济体量呢，仍然是这个刚刚低于世界第一。1890年的世界第一是美国，那么世界第二是中国，但是中国只比它少一点点，就是中国今天还没达到189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清帝国的时候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个大英帝国呢，就是大英帝国我们不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只算它本土，比中国少不了多少，就是在1890年。是今天中国的状态呢，大体上相当于1913年的国际地位，就是我们加在一块儿看这个经济总体，1913年的国际地位。那么下边的问题呢，就是自从1913年以来呢，中国的这个哪怕是总体经济的总量，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向下走。当然大家知道那个历史上发生的是什么，就不断打仗，然后里边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经济总量呢，然后外边呢又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发生结果，所以你和这个强的国家比呢，它就一路下降。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哪怕是总量已经变得很低很低了。所以呢，当你历史看得很短的时候，那么你就看到这一段呢发展非常快。所以呢，发展非常快呢，志武讲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家这个国际上技术前沿的国家，你很容易学它，这是中间很重要一个原因。还有我再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际上中国是在恢复，就如同这个二战之后日本在恢复，二战之后德国在恢复，他们的恢复速度比中国还快。所以实际上呢，中国是从1950年以后呢，它是一个恢复状态。但实际上呢，即便是这个恢复状态呢，中国真正的恢复，实际上是自从改革开放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呢，连恢复也没有达到，只不过呢，它就是保持了不再继续迅速下滑。那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均 GDP。那么这个呢是最重要的，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那么为了理解这个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用更好的方式去度量呢，因为我们在讲国际对比，所以呢，我这里呢不是直接看人均 GDP， 而是看呢
中国的人均 GDP 和任何一年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看它的比例是什么。为什么要看比例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比例，就你越接近前沿，你实际上呢，你就越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你这个差距越大呢，志武前面讲的那个道理就来了，你越容易学人家的。你学人家当然快，那就很容易，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1850年，中国是绝对世界第一号的大国。大国是不是强国呢？不一定。哪怕是1850年，那它也不一定。就是185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用我刚才讲的这个度量方法，中国只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的1/4的水平，就是相当低的。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中国跟列强比如何的弱，就是实际上它不发达，它体量大是因为人口多，它不发达。那么这个数字从1/4迅速的下滑，那么滑到了这个1950年呢，中国只相当于这个最先进水平的1/20，就是从1/4滑到了1/20，是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就是这个还比中国再穷的，就是非洲的最穷国家了，就是印度都比中国要高，就是到1950年，而这个状态呢，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就是1980年，中国的这个数字呢，才比1/20多一丁点，就是如果换成百分比，就是6%，从5%变成了6%，就是从1950到1980。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对吧？大跃进，那是负的，而且死很多人；然后文化革命，负的，死很多人，然后一团混乱。所以呢，你把这个有正的时候、有负的时候都合在一起，所以呢，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没有什么变化，是直到了这个改革开放开始非常快的变化。所以人们认为这是奇迹，但实际上这是个恢复过程。那么恢复过程呢，到2018年，中国还没有恢复到1850年的这个发展水平。我们不是讲体量，而是讲的这个人均 GDP 和国际前沿之间的关系。那么到了今天呢，实际上也大概差不多相当于1850年的时候的状态。当然这个呢，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因为这个所有的计算呢是按实际购买力，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这个按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那还低很多了，那就差远去了。所以这个那么这个背后呢，还有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苏联。为什么要讲苏联呢？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呢，从这个1950年以来是从苏联嫁接过来，所以中国的制度的最基本的核心的部分其实是从苏联来的。那么我们看苏联是什么状态？苏联呢，在沙俄的时候，这个还用这个比例，在沙俄的时候呢，就是接近1/3，然后呢，变成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后呢，曾经有过下降，然后呢，后来它开始恢复呢，一直恢复到它的顶峰最强的时候，1980年，苏联呢这个数字超过了1/3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制度下，就是苏联的制度下，达到顶峰，就是比世界最前沿的水平，相当于1/3多一点点。那么中国呢，现在还没达到当年苏联的那个水平。那么这个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里就是下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包括过去的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那么讨论到这个苏联呢，这个苏联有过相当持续的非常高速的经济发展，所以呢，中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有过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的这个经济体，苏联有过。那么这里我可以讲一个重要的例子呢，就是这个萨缪尔森教授，这是曾经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人物。这个萨缪尔森的这个经济学教科书呢，是至今仍然是
这个经济学任何时间出现过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就是读的人最多。那么一共有10好几版。那么在它的教科书这个60年代后期以来呢，它的封面上很长时间里，它的封面上就是一张图。这枚苏联、东欧、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国家在经济改革期间呢都没有达到，都没有能够形成快速经济增长，否则他们不会垮台。那么实际上，在这个90年代初，这个中共中央有过非常重要的文件，来这个概要这个为什么苏联会垮台，因为呢，他要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当时中共中央的这个最高层了，都不是中共中央，比他还高。这个他的基本的结论就是，改革是他的生命线，就是怎么样改革能让经济好转，扭转这个经济的下降的退势，才是让它能生存的最关键的因素。那么关键就是他想让它改进，苏联也想让它改进，为什么苏联不能？为什么中国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这里呢总结成为3条。第一条就是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什么意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自己在1981年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说，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句话呢，大家是需要花力量去理解的。我时间缘故，我可能就不展开了，但是非常需要花力量理解。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这个普通的话。这个如果我用很短的语言把它概要一下呢，就是说相当于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就是说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制度不能动。但是呢，我要从这个市场经济里，学所有可以用的东西来帮助我自己，然后我最终回到我布尔什维克原本的初衷上面去。我不忘初衷，我要回到初衷上去。布尔什维克宣扬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什么？让大家知道。那么这是第一条，光这是不够的。第二条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制度。那么我们在政治学里边是把苏联制度呢描述成为极权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或者苏联制度呢，不和苏联完全一样。那么由于经过大跃进和这个文化革命，在这两次的重大的运动的时候呢，把中国的制度改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什么特色呢？它的特色最重要的就是在高度的政治集权、意识形态集权、人事集权的前提下，把这个具体的行政操作，把具体的经济资源权力下放到地方，给地方灵活性。那么这个表面上看是冲突，实际上是完全不冲突。正好是在这样的安排下，才使得最高层能更好的在政治上控制，因为他的全部精力就控制这个，然后呢，他的战略上的安排就是发展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了这个地区竞争的办法，那么这个允许他们做地方试验。那么在地方试验的时候，就使得这个民营企业大发展。那么最早是没有这个任何合法性的安排。那么当他大发展，而且的确救了他们的命，就是使得这个制度能生存了，他才发现他离不开这个东西了，那么才给了他一定的这个法律保护。那么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开放。那么这个开放呢，是中国经济持续30-40年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志武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呢是2个重要原因。第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出口拉动，志武已经讨论过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放带来的资源和技术。那么但是呢，下边呢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前面讲到的这3条最后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就是
过去它靠这3条，中国有了快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能不能持续呢？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不能，不可能。那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也总结成3个大条。第一个大条就是需求侧，就是因为经济增长你必须同时有需求侧的增长和供给侧的增长，2个东西并行才有经济增长。那么首先看需求侧，中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的最大的需求侧的动力是出口，但是呢，哪怕没有现在脱钩的这些事儿，即便没有，它实际上也不可持续。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经济体这么大，就是它如果它能持续一段时间，它就会变成世界第1大经济体。世界第1大经济体的出口如果还持续像过去这样增长，这全世界就没有这样的需求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单纯的从需求侧讲，它是不可能，靠出口拉动不可能，所以它必须要靠内需，而内需，那么制度上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制度上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的家庭总的家庭收入占中国的总 GDP 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就是当它的家庭收入的比例如此之低的时候，就决定了它的内需不足。所以中国是持续性的内需不足。当它的内需不足的时候，它不可能它的内需的增长速度，就是它从来内需的增长速度是落后于它的这个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所以需求侧就已经限制了它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看，如果我们不看出口那一面，只看内需这一面，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方面的特色和苏联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苏联的高速增长是大量的重工业的投资，军火工业，那么它内需不足，那么内需不足早晚一天就它内需就把它限制住了。那么再看供给侧，供给侧呢，就我们前面讲了，过去的中国的供给侧非常依赖的就是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地区竞争，解决了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那么这东西是不是可以一直用下去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那这是我非常长期做的研究，就是来解释为什么它前面能成功。由于我们研究了它为什么能成功，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成功。同样的这个机制是不能持续的。这个机制地区竞争靠什么？竞争靠的不是市场竞争，靠的是官僚之间的排队。但是你要给官僚之间排队，你的目标必须只有一个。当你有一组的目标的时候，你排的是什么？不知道了。那么过去呢，由于你只关心经济增长，所以你就排队排经济增长。那么现在呢，这是哪怕没有其他问题，就这一条就已经不行了。比如说维稳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然后还有担心民企会要挑战政府了。你有了这些担心，所有的这些放在一起，政府一定不是只关心增长。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用排队的方式解决它的激励机制。一旦你不能解决，中国的整个的官僚制度，它的具体操作都是靠的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一个一个都会想各种办法，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骗他。他怎么去骗他？各种各样的骗法太花样多了，所以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软预算约束问题。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呢，指的就是国有的企业呢，它在资不抵债的时候，它不会破产。当它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呢，它就会产生很强的激励机制上的副作用，因为它不在乎，因为它敢举债。那么中国的曾经一度的快速经济增长呢，是非常依赖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软预算约束问题，那么才使得中国有了快速增长。其中最大的遏制的因素就是民企的大发展，因为民企不面对软预算约束。但是这些年里呢，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大膨胀，而且除了老式的软预算约束以外，又出来了新式的非常有发明创造的软预算约束。我这儿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
地方融资平台，就是用这个地方政府拿土地做抵押到银行去借钱。早在好几年前，这个能得到的数字就知道，这个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呢，借的钱就已经高达了45万亿，好多年前就已经45万亿，后来谁也拿不到数字了。所以现在人们仍然在说这个数字，那是好多年前的。那么这个债台高筑，另一个重要的新事儿的软预算约束呢，就是把股市变成了软预算约束。本来股市是必须硬预算约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股市上，这个你这个企业这个做得不好，那么大伙儿就抛售你的股票，你让你这个企业可能因为抛售股票就要破产，那么这个硬预算约束就决定了你这个上市的企业有正确的动力，要保证你不能够让这个不能够引诱的这个市场上抛售你的股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股市如此之差？因为它把股市变成软预算约束，什么意思？因为大量的上市的都是这个国有企业，然后这些国有企业在它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在人们要抛售股票的情况下，政府会出来干预，那么政府会注资，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呢，很多中国的股民比做金融的传统的金融的人要聪明很多。因为他不按金融的规律来，他按政府这个资助来，所以呢，股民很多聪明的这个炒股大妈们，他就能知道政府谁赔得狠，谁这个企业重要，政府就会补贴他，会把他救回来。所以他越跌呢，我越去买它。所以这个软预算约束就导致了在中国的这个股市上呢是严重的良莠不齐，所以是股市不能操作的。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软预算约束。那然后下边我的第3条呢，就是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的状态呢，在非常多的方面呢，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和苏联的70年代的中期呢有各个方面的多个方面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的意思就是说呢，高速的发展已经结束，然后呢，它会持续的进入这个持续下降，这个不光是说它的速度比原来低，而是持续的要下降。当然，这中间会有摆动，有个别的年可能上来一点点，但是大体趋势就是一直走下坡路。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个流行过的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实际上所有的苏联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超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都是达到了中等收入以后，陷在里边就出不来，最后他们就结束了。那么实际上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呢，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描述，因为中等收入本身不是陷阱。什么是陷阱呢？是制度陷阱。所以呢，是制度陷阱，是我们要关心这个制度的特点。它达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这个制度的陷阱就出来了。在没达到这个以前的这个制度看上去起的作用，就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这制度看上去起了一些作用，从低收入变成了中等收入，到了那以后，它这个制度陷阱就出来了。那么最后我再非常快的这个讨论一点这个制度和国际关系的问题。那么看国际，当然我不是国际关系专家，这面对着你们好几位这个政治学的国际关系专家，这个我这是班门弄斧啊。这个华罗庚有句话说专门到班门前面弄斧，靠鲁班来批评他，所以我专门在班门面前弄斧。这个所以这个国际关系在讨论到中国是因为很大，所以呢，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自动的就变成了地缘政治问题。那么我想说呢，这个地缘政治问题里边呢，实际上是2个大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一个呢，是国力，就是大小，这个大小一定是重要的，从来大小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只是像北朝鲜那么大呢，就不是现在世界上这么关心的这个焦点了。另一个呢，就是制度问题，就是一定不完全是大小的问题。就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呀，说现在中国和国际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因为中国太大了，这个大了以后威胁老大了，所以这个老二要超过老大，老大就紧张，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这个
忽略了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制度。就如果它是相同的制度，中国从老二变老大呢，不会引起这个非常这个急剧的反应。那么之所以会引起呢，实际上是和它的这个制度的不同。那么这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过去不产生，为什么现在产生呢？原因就是因为在过去呢，人们认为这个中国呢整体上是在整体上在自由化。虽然我们知道它的不是真的自由化，我们知道它的自由化的这个房顶在哪儿，到了房顶就不走了。但是呢，人们以为它在朝自由化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们愿意忽视制度问题，因为呢，在社会科学里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错误的，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里最流行的是说，你只要经济发展了，它的所有的制度、人的意识形态、人的信的什么东西都会跟着经济发展变化。说因为经济发展有中产阶级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讨论呢，其实它从一上来就已经忽略了制度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回到了前面讲到的，就是邓小平早在1981年就说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告诉你很清楚，房顶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后来布哈林还想要持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被他们就给搞掉了。然后实际上如果列宁还活着，列宁自己非常非常清楚那个东西是权宜之计。所以呢，最终这个权宜之计是要过去的。那么当这个权宜之计过去了，人们就看到这个制度呢像是朝反方向变化，但是实际上它原来设定的就是这样。这个只是它这个原来设定的，你反方向变化的时候怎么变，也可以聪明一点，可以愚蠢一点。那么所以人们会认为全都是因为愚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全都是因为愚蠢，因为它本来也是要变。但是一旦人们意识到对，原来不是朝自由化方向走，那么制度的差别就成为了焦点。然后最后一点呢，我再想说呢，就是实际上制度呢还同时会影响国力，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国的国力就如此一直的大。其实呢，那更像吹个气球，吹到一个地方，这个气球就不长了。所以呢，这个制度本身会影响它的国力。所以呢，影响国力道理呢，首先是内因，就是它的制度，然后呢就是外因，就是由于它的制度带来的外边的反应，由于它的制度带来的它对外的态度是什么，它对外的态度就引起了反应，所以呢又有了可能的脱钩呀，有了可能的制裁呀，所以内外合在一起，就决定了它的国力会非常快的受到制约。那么不但不上升，反而会下降。好，谢谢。